千万向前冲，理财放轻松，跟着股市权威，我们来看台股今天的重点。最近类股轮动速度非常快，如何来掌握盘中的短线转折呢？利用三关价，一眼看出多空强弱。鸿准正在努力的为游戏机来备战哦。那今年的11月营收真的是技惊四座。可是股价呢，怎么只有呢演出了短线的行情之后就不太给力？上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压力，或者说筹码还有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问题呢？另外呢，散户可不可以去买进其他的所谓 Switch 供应链的概念股？我们怎么看后市呢？神盾、安国终于回来了，沉寂了大半年之后 ，IP 系制裁最近呢多点开花。从前股王世芯 KY 领军相关的 IP 股，那是不是呢？代表着2025年初 IP 股又要呢全军发动？另外，航运股呢，今天不论是货柜或者是航空，其实呢都是量价俱扬。那当中呢，我想长荣跟阳明啊，受惠于高股息 ETF。那至于说航空股的华航跟长荣航，如果要来一个超级比一比的选股选秀，我们怎么看他们的营运内容跟筹码条件？待会呢，想要投资航运股的朋友，一定要锁定节目到中场。所以请大家记得到 YT、YouTube 去搜寻股市权威陈威良，请您帮我顺手按个赞，也欢迎大家呢开启小铃铛，多多转分享。好，那今天的大盘呢，其实是比较乏味的哦。那我认为啦，最近大概都是偏向这一种啊所谓的价稳量平的格局。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大盘指数的走势哦，整个全场呢其实就是一字形横着走，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高低起伏哦，其实都是在一个比较窄幅的区间范围之内。成交量部分呢，则是哦稍稍的略微缩到3500多亿元。好，所以呢，指数的方向不变，那我们就先略过。那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哦，关于呢三关价。这个呢，经典的技术分析理论如何应用在呢极短线的操作？为什么我要去谈这样的主题啊？最主要就是呢，希望能够帮助呢，不论是家族朋友，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网络上面的观众、投资朋友，因为最近的类股轮动速度非常的快啊，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哦，从这个包括 BBU 开始，然后超级电容，再到呢资讯服务软体，哦，甚或是呢像航运股这些，其实充满了很多短线的热点焦点。可是呢，股价的续航力呢，却是呢长短不一。那有的时候，魏阳老师呢没有办法带整个家族朋友呢去做极短线的，包括当冲或隔日冲，这是因为呢。筹码的考量，再加上呢，很多投资朋友的本身的时间会受到限制。比方说呢，你在上班没有办法呢，快速的进，快速的出，等到呢，你有空要下单要买进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准备反手要当冲出场了。所以这边呢，只好把一些呢，我个人的观察还有呢经验以及善用的一些短线指标工具跟大家做分享。其实呢，所有的技术分析你不用呢。什么都学，然后什么都不精不论是呢做短线或波段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魏阳老师大概以这个极短线来讲，我其实就差不多2到3种比较呢擅长，也是呢我特别习惯的工具指标在做交互使用。那你如果呢一口气学了5种10种说实在的话，到最后反而是让自己陷入到呢。思考的分裂因为呢，有的指标呢看起来是买点，有的指标看起来呢是卖点，那你怎么办所以呢，化繁为简，找出呢一个自己相对容易上手的指标，而且呢至少它的打击的命中率、精准率要相对高嘛。当然不会100%，但是你至少呢有7成、8成的一个几率。那我们呢之前在上周的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关于三关价的所谓的上关、中关跟下关。那这个计算方法呢，我就略过不提。我说过了，你只要懂它的逻辑架构就可以。基本上呢，现在的看盘软体呢，都可以直接帮各位算出它的上中下关。好，那至于使用跟判读的原则，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在中关以上是属于强势做多，中关以下属于弱势做空。那没有出现转盘之前，操作策略也就是原本的方向不变。那在箱型的时候呢，是要逆势的。也就是说呢，回到支撑，你要呢低接，
那来到压力，你要高出来回操作。那一旦呢出现了突破，那就要改为顺势哦。这个心法跟原则就很重要。一旦突破，你就要从呢箱型的逆势转为顺势操作。突破上关，那就是呢确认涨势形成，那就可以进一步呢加码做多。反之跌破了下关，那就是跌势确认，那进一步的去做。放空，而且呢，如果你还有呢一些所谓过去套牢的持股啊等等的在所谓跌势一旦形成的时候，那真的是要呢高度警觉。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关于超级电容的指标股就是8042的金山电，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呢是直接开盘就开在盘下那一日之计再开盘，开盘的气势一转弱，通常对于股价当天的表现就会相对比较不利，而且呢，今天是很快速的呢，以带量，而且呢高仰角的方式那直接呢往下。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今天呢，它其实一早就在中关价以下。刚刚说什么？中关以下偏空。那一旦呢确认跌破下关价的话，跌势形成，可以呢追空。所以你看，跌破了下关价之后那整个下跌的角度是非常陡的。就等于呢，整个卖压就是倾巢而出，那直接杀到跌停板，关门锁住了。同时呢，在日 K 线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呢，连日来的一个强势喷出之后，掼破了5日均线，高档翻黑，跌破5日均线。那大致上呢，可以说这整个行情最好赚的一段就已经呢告一个段落了。那所以你如果看金山电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就知道包括其他的电容的相关股票都要高度警觉那你说未来会不会再涨这个其实呢就不要去想那么远，因为呢很多时候其实盘面的资金他们是高度敏锐的，一直在找呢做冲冲乐最理想的候选标的。当现在盘面当中呢有航空、货柜这些呢更有量更容易呢可以压大的这些所谓的热门短线股，其实市场的大户主力他当然会选择去卖出涨多的电容或涨多的 BBU， 因为呢这时候他去压航空或货柜不论呢做长做短至少呢可以买更多，更好赚。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呢，说到 BBU 321顺达那各位看今天呢也是一样开盘不久之后，它的中关价就失守，接着呢往下加速下跌，那进一步掼破下关价之后，今天也是呢打到跌停板那同样的日线上面高仰角喷出之后呢，这边是直接一口气跌破5日线，并且回测10日均线了所以呢整个 BBU 啦，或者说超级电容我们呢事实上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去做了重要提醒第一呢，你最好买指标股，要买就买1线1均，不要去买2线3线第二，从产业的一个基本面角度去做观察、思考、确认，其实呢 BBU 是不是真的确定成为辉达 GB200 的标配？我从头到尾都跟大家讲了，这是要打上问号，不是说跌停板的时候跟大家讲这边你要呢保持警觉或打上问号。事实上，哪怕他们是喷出或涨停板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告诉各位的，从头到尾都不是由黄仁勋的口中来告诉大家，明年开始 BBU 成为确定的标配，并不是。其实它是来自于呢某一个外资券商的报告，那也可以说是一些呢捕风捉影、画蛇添足的传闻，那再加上市场上很多人可能呢就无限上纲的想象，导致于呢很多所谓的电池或储能股票这一波呢也都呢跟着风潮。那电容的部分更是如此我们说真正有这个技术实力的做超级电容研发跟生产的，应该是在日厂。可是呢，日本厂商反而股价呢没有什么太激情的火花。就这边国内的相关的电容厂，你在国际市场上，我们只能算是呢2、3线的，可是却涨翻天了，这合道理吗？不合道理那当然呢，合不合道理倒是其次，只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呢，有基本面的公司你要怎么做，那没基本面的公司你又要怎么做
也就是说操作的策略才是重点。所以这些股票在做梦行情当中，它会崛起也并不奇怪但是你就是要注意什么时候是梦醒时分，不要呢速度比别人慢，大家呢都已经呢下车了，你还傻傻在等下一台车什么时候来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主力呢就是负责吃肉，那实户呢就是负责呢这个喝汤，那散户到最后都留下来呢洗碗洗碗所以各位看，如果呢你除了参考刚刚教的所谓的3关价之外，那你希望搭配一点呢可能不是那么短线的一个指标，那威老师也教过大家去看呢小时线，也就是60分钟 K 线，比如说8171天宇，各位看这个呢在上个星期12月5号这边它就已经呢跌破了60分钟线的50 MA 或者说我们看8038长源那是不是它更早呢在12月2号的时候呢就去跌破了60分钟线的50 MA， 或者说到最近呢3323嘉百玉也跌破了重要的一个多方支撑区，所以看起来呢整个市场的资金又在重新的洗牌搬风了所以有的族群就会因此而开始修正，因为被提款，那当然就会有新的族群慢慢的又开始崛起，这个就是股市的生态。那对应呢就是正确的操作节奏。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关于Switch 2这个大家很喜欢的游戏机期待已久。那7年没有发表新机的任天堂，是不是在明年的3月可以呢有最新的游戏机正式要推出呢？我们拭目以待不过呢，从业绩跟股价的部分有一些值得探讨。首先呢，这一次公告出来的11月营收整个 Switch 2的所谓供应链的股票，普遍我看11月营收呢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唯有一档就是呢鸿准，它11月营收月增74%，年增223%真的非常厉害。但是大家想想看，这个地方如果你说 Switch 2现在呢正在进入到用力的备货，那鸿准主要是提供呢机构件、基础机构件，那你不可能机构件的业绩热起来了，其他做晶片的完全感受不到热度，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里面呢产业面还有很多你们所不知道的陷阱，要小心。第二个呢，我们回到鸿准的本身，业绩这么好，可是呢股价呢似乎也不是非常给力。我想大家没那么健忘你们记不记得鸿准呢在这里11月中的时候开了法说会，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法说会过后的隔天发现呢，鸿海透过旗下子公司卖了鸿准的股票，那因此当天杀下去的这一根黑 K，我把它称之为呢鸿海障碍，也就是说呢，当时为什么鸿准本来鸿运当头气势正旺，突然呢一口气被打回到7字头，就是因为呢市场惊呆了，吓坏了，鸿海既然卖他的股票，当然是一个鸿海障碍因为呢没有人比大股东更了解转投资公司嘛，所以这边股价呢短线上面当然它也慢慢弹了上来，那当然有可能有人先知道了营收，所以先买先拉那涨到这里呢，我认为啦，如果空手的人你也不要急着追那跌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想去摸底，其实呢倒不如呢就静静的观察这个鸿海障碍能不能突破，股价会说话，突破了我们再重新来看它。那如果没有突破，其实这边我觉得也差不多来到压力区，那加上呢外资也卖，主力也卖所以的确呢股价的部分不要因为呢单月营收有过度的激情所以冷静客观，这个才是呢长久之计。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IP 族群其实最近慢慢的那种以前的飙风的味道有好像开始闻到那个感觉了，因为呢从3661世芯 KY 开始带头往上大涨之后呢，接着你看今天安国发动，那回头去推升呢神盾因为母以子贵，那再来包括呢像这个聚友科也是 IP 系制裁，那 IP 这个股性
不用我讲，你们也知道，这个就是呢超级会喷、超级会飙的族群啊。那今年呢，其实也曾经在年初的时候让大家看到，哇，他们那一段非常凶啊，非常凶。好，那经过了可以说是几乎一整年的承前震荡整理之后呢，现在呢，因为已经压回到相对低位阶，如果呢能够有新的趋势，那其实就值得拭目以待了。那11月份的营收公告出来了，安国呢月增有高达79% 的幅度，年增也不错，也成长了51%。所以呢，配合位阶低，股价呢对于利多就有蛮正向的一个反应。那回头呢，当然就激励了母公司神盾，这里也是呢低位阶。那我想呢，整个神盾集团从2023到2024年。不断的透过并购、策略结盟，然后转型那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业者的合作，那我觉得它无非就是希望呢在 IP 的这个新领域当中呢，能够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展现那不论呢是来自于营收规模的放大，那更重要当然呢。资本市场到最后其实要看到的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获利，这个 IP 的含金量才会高。好，所以呢，现在营收当然呢爆发性成长很棒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呢，这一次如果神盾跟安国要涨成波段，而不是只有短线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真的要有一些获利数据那当然获利不会这么快就知道，因为现在才是公告营收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啦这边先不需要预设立场说这一次有没有机会呢一口气拉个3成5成，或者说去挑战前高，基本上我觉得先逐日观察先以短线的焦点来看待即可那是不是能够由短多延伸为中多、长多我们就再看看。好，那至于说伟讯的部分呢，今天有一些开高走低不过呢这个是短线变化。那魏阳老师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我观察伟讯的筹码有一些思考。首先呢，千张大户的持股是连续1、2、3、4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很清清楚楚这种4周连续阶梯式的成长？那如果大户只买1个礼拜，甚至只买几天那个都是呢做短，但是连续4周，也就1个月的时间都在呢往上进货加码，这个就可能隐含着对于呢基本面的掌握是比市场上多数人来的更远更深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以千张大户上周的持股变化跟土洋2大法人外资投信来做一个比较，那简单来说呢，上个礼拜外资是小卖了186张，投信则是呢小买了12张，所以外资加投信总共呢是卖超了174张，是卖超的。那外资跟投信，因为他们都是千张大户他们也是属于千张大户，可是呢，全部的千张大户持股却增加了4000张。这4000张是包括了外资投信的减少，这样分析大家听得懂吗？那也就表示说什么，在外资投信的筹码之外，有另外你看不到的手，就是千张大户，他默默的大买。那会不会就是年底嘛？我们说集团的做账因为集团的做账，他不会敲锣打鼓跟你说我们正在买，我们在哪个分点券商买进，他不会告诉你的那个算是呢不透明的筹码。但是呢，我们透过呢有公开的千张大户，有公开的外资跟投信，事实上呢是可以反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进一步来跟大家分析这个关于筹码面背后有一些玄机。好，那最后呢，今天开始我们布局了2档呢，都跟网通有关的新标股。其中第一档呢，这个切入不断电备用电池系统以及呢半导体工厂，它的关键材料即将要开始生产了。那今年有新增的一些客户，外资开始连续布局卡位。第二档个股呢，这也是一个很有标股基因的小型股。关键的新产品呢，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呢大量换机潮，而且也是属于美概股，受惠于美国的基础建设，另外还打入了印度、中东、大洋洲的市场。这边股价呢，蠢蠢欲动
在颈线附近呢做最后的关前洗盘，出量之后随时呢就要一飞冲天了。那今天呢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哦，庆祝呢双12超丰乐透，只要你的手机号码当中有1或者有2，对中任何一位数字任一码都可以，就让您立即享有1+2。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魏阳老师呢，在12月，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本周五即将举办了一场免费的演讲。那这个相关的报名资讯活动，请大家就直接到我的 LINE 就可以呢去做报名填表单，以及呢做相关的一个咨询。小老鼠 STOCK888，我们休息一下。嗨，我是考古学家微良，专属于你的法人圈卧底间谍，带你看清产业趋势，帮你洞悉主力手法，和你一起用策略迎战台股。看完我的影片，请按赞、订阅、转分享。好，上个星期呢，我想很多台湾的投资朋友呢，忙着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赶快去参加周杰伦演唱会，或者是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去看看别人分享的周杰伦演唱会的片段。那我想如果你有抢到票，当然呢，我们都羡慕啦。那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也没关系，因为呢，这个礼拜五，微良老师呢也要办。不是演唱会，是演讲会也有演讲会，而且呢，要不要6880、5880，通通都不用，免费的1年只有一次啦。那今年呢，压轴的一个演讲就放在12月，而且就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那这个节目不占用太多时间，如果大家对这个演讲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那不管是主题、时间地点或者报名。都请您呢直接到我的 LINE 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那这个礼拜我想呢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航运股因为呢上个礼拜五呢包括0050、006208、0056这3个重量级 ETF 呢都宣布了成分股的调整。那这3档 ETF 合计牵动的资金其实是差不多要逼近1兆9700多亿，所以这个。被新纳入的当然就有机会获得投信的大量买盘。那刚好，如果以货柜来讲的话，现在不论是呢亚洲到北美或者到欧洲，其实12月到隔年1月都会是另外一波的旺季所以我认为这边短多的行情是可以期待的。那至于说航空的部分，当然最主要还是在于过去的双雄那当然现在还多了生力军、虎航。星宇航空，那以华航跟长荣航来讲的话，这边我有帮大家整理关于他们的一个总机队的数量那另外客机跟货机的相关比重。那简单来说呢，华航会比较呢受惠于货运的一个运输需求，那长荣航则是呢更加的得利于客运的运输需求。那以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因为货运呢年底之前也会是一个小旺季不过这个旺季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那反而呢要接棒而起的会是接着在明年年初的时候，大家知道从跨年到春节到寒假这个一定有很畅旺的客运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啦这边应该呢长荣航空的波段的潜力会稍微再更胜于优于呢华航。那想要得到相关资讯，都可以到我们的 LINE 主页，祝大家操作顺心，明天见。